你本是我教圣女，厉天行要娶你的时候，我其实是不同意的。但你没有阻拦。当初是你让我拜厉天行为师，他身为师父强娶弟子，身为教主强夺圣女，我杀了他。他却连死也要化作心魔纠缠我。我也没料到他日渐扭曲，俨然忘记了圣教主的职责。祖师如此英明，应该自己收我为徒才是。我第一眼看到你，便知道绝不能收你为徒。你太美了，即使不作恶，也会有人因你而作恶。世俗根本容不下你这样的红颜。哼，我要生存下来，就只能做死婆婆。除了真容，连声音也不能显露。既如此，你为何还让我做教主？不怕红颜祸水，不怕毁了圣教？这40年，我找了很多天资卓越之人，都不如你。见过了最好的，再看其他好的，始终觉得差了点意思。我藏在这副丑陋皮囊里的40年，是我最痛苦，却也最肆意的40年。不用做任人审判的物品，不必忍受令人作呕的目光。祖师，我是不会回去了。不过我可以还给你们一个教主，这个人天性纯然，不拘泥于神魔正邪之分。我相信他能引领圣教走得更远。赢了！他真的胜了4堂。一系战4堂，豪情震8方，快哉快哉！少年英雄，归我天圣教了！看到自家兄弟被打败，还这么开心，这可是第一次。大徐一个小小的村庄，竟有这等人才。那村里与我同一水准的有2个，一个是没有手脚的，另一个是打铁的。其他7个人比我教4大镇教天王左右护法使都要强。这些老残废都曾叱咤风云，他们将自己毕生所学所悟传授给我的孩子。普天之下，又有谁有这样的机缘，能同时得到这些人的指导？圣教的希望出现了。婆婆，不要走了。木儿，我教开山教主曾逢天上圣人坐实讲道，故而创立天圣教。作此实作，应承圣人之志，是教主，亦是向教众传道授业的圣师。请。那么多前辈，婆婆跟祖师都站着呢，我怎么能做？木儿，这个实作名为圣师作，是你自己打下来的，做吧。
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的少教主。凡我教众，执弟子礼。圣教恒言祖师文员，空守圣师座40年，终迎圣师归来。圣教前代圣女见圣师。弟子司幼悠参见少教主。圣教4大镇教天王，左右护法使，8大督察使，12护教长老，见圣师。弟子参见少教主。弟子参见少教主。圣教360堂，见圣师。参见少教主。参见少教主。参见少教主。诸位请起。谢少教主。少教主，往后圣教托付给你了。这间房看着像是女孩子住的。这是妾身小憩的地方，公子若是不满意，可以再换一间。此处很好，多谢武堂姐姐，还请姐姐告诉祖师，我已经抵达京城。除此之外，公子没有要妾身做的了。没有了。原来公子身边还躲着一只狐狸精，难怪。祖师等待公子许久了，他老人家吩咐我们，但凡遇到公子，便让公子去见他。我要去哪里见祖师？太学院。太学院不是世子求学之处吗？祖师为何会在那儿？祖师的另一重身份可是延康国的国子大祭酒，掌管太学院。太学士子虽有天子门生的尊称，但实际上都是祖师的门生。这么重要的官职，延康竟敢交给我叫祖师？祖师游戏人间，早在先帝时期便已是名动天下的世外高人了，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即便是延康国师，也曾向他老人家问道求教。也是国师亲自请祖师出山，做太学院的国子大祭酒。我该怎么进入太学院呢？祖师的意思是，公子还需通过一些考验。什么考验？考入太学院，成为太学士子。以往即便是太学院破格录取的小学士子，最低也是5曜境。少教主尚在灵胎境，只怕……距离大考尚有3日，他还有3天时间。也还好啊，就那样。火药乃荧惑之精，水药乃晨星之源，金药乃太白之明，木药乃岁星之灵，土药乃振兴之秀。5药即5行，终于算出了5药神藏的位置。真不错。是啊，是啊。不拘商于只绝功，五音叠奏亦无穷。好厉害的音律之法！我若能学会，或许就能增强神魔禅3音的威力，打开5药神藏。
原来除了弹，还有这么多种指法。雷音八式第2式，弹指惊雷琵琶手。公子竟然用禅宗拳法来弹琴。姐妹们，公子弹奏的是我叫天魔霓裳曲，咱们可不能被他比下去。痛快！大家被公子乐声里的石魔禅三音扰乱心魂，走火入魔了。我来助他三音合流。火药心里好像藏着一个神。公子着火了！公子这是激发了五药神藏的火药力量。我自封神藏，只以五药修为试探公子的元气而已。没想到和他的差距竟如此大。我需要调理气息，辛苦姐姐帮我取药材，我来炼药。对了，你是不是练武时有过一次岔气？公子如何知道的？我岔气之后，甚至赤龙失衡。我珍妃你是察觉到的。小问题，我也为你开一副药，服药之后调理内气，可断病根。没想到公子还精通妇科，我们都有些小毛病，帮忙看看吧。公子为先，等他调理好再说。那是燕山府墓的亲戚，旁边是雨都浮云的表亲，这个倒没听说过，好像叫司云香。你姓司？我有个亲人也姓司。云香对秦世子很是钦佩，希望能一起考入太学院。江陵来的世子出列。江陵受难，死伤惨重，3位世子无需再考，可直接前往太学殿面圣。秦兄弟，不得喧哗，其余世子稍后，考核马上开始。齐世子，也就是说，只剩下7个录取名额了。
真是奇葩呀！各位世子，我乃太学院监丞凌云，这一关由我来考验你们炼气成丝的本事。太学院纯阳殿传授的是炼气之道，其中凌云道人更是以修为精深、炼气纯阳闻名。以云香的本事，恐怕……公平起见，我会自封神藏，只保留5曜境界，而你们只需坚持3招，3招不败便算过关。每个剑匣中藏有木剑36口，你们随意取用，而我有这1口木剑足矣。他控剑的元气丝，细如仙毫，却有万钧之力，单凭元气很难获胜。若想通关，还得靠剑法。丁山世子上前。丁贺世子，这2位世子所用招式相同，似是延康国各地小学世子必修的剑法。剑法虽然精妙，但相同的招数只要被破解1次，就能被破解1000万次。真有人能接住他3招？秦玉世子，请上前。你虽是秦家的人，但我不会留手，尽管施展你最强的本事吧。我能否使用此剑应战？此剑再不凡，却已折断锋芒，恐怕不比木剑趁手。我用这1口断剑足矣。秦玉的剑法里竟然有真龙之势，他肯定见过真龙，参悟出了真龙剑法。他是秦飞跃的弟弟，难道是永江龙宫里的那条幼龙被秦飞跃带回延康救活了？不愧是秦家公子，3招已过，你通关了。好厉害！虽然只有3招，却以攻防交换无数回。确实精彩，但之前2场考验时，凌云道人都是以浑然强劲的炼气之道全力之敌，面对修为更强的秦韵时，反而实力更轻，有猫腻。秦牧世子，秦世子，千万小心！她好像很关心我，又跟婆婆一样姓司，难道她是？是我想多了，婆婆从不害羞。又一位秦世子，对，我姓秦。唉，可惜你的秦不是京城秦家的秦。老师，能不能用2个剑匣？规则并未限制取用木剑的数量，但2个剑匣共72口剑，操纵难度只会更高，切莫勉强。你连炼气成丝都没学过？我比较笨，您请。无妨，你尽管出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凶魂的元气？
凌云，还不赶快起来！臣御前失仪，请陛下降罪。陛下，凌云多半是轻敌了。不过这位与他比试的小学士子确实本事了得，72口木剑精准击中同一部位，竟以木剑之盾攻破了凌云的护体罡气，令他负伤。大祭酒，看来小学士子的比试比这大学士子的还要热闹。朕倒想看看谁有这等本事。秦世子一招挑剑时，竟将凌云道人直接挑飞了。秦世子，果然厉害。大考暂停。秦世子，惊扰圣驾，定有重罚。陛下传你来太学殿问话。这些都是延康国的文武大臣。祖师非介在，这衣裳衬得她真像个公主。这就是延康国当今的皇帝，好像是叫延丰帝。秦飞月、顾里暖，他不会还想把少宝剑抢回去吧？你就是击飞奸臣的小学士子，你来自哪里？启禀陛下，秦穆世子拿的是利州府路也。陛下容禀，此人乃是大陛下。实不相瞒，我来自大虚。陛下，他不只是大虚器民，还与天魔教有密切关联。便是他与天魔教阻挠我延康进军降龙城，这次更不知施展何等手段躲避失进混进来，实在居心叵测。大虚呀！请陛下明鉴，下令拿下这贼子。诸位爱卿稍安勿躁。他如此坦诚，不像居心叵测之徒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朕的朝臣中有着各教各派的精英，若论出身，有半数是魔教、魔道。你是天魔教弟子？是。天魔教一向神出鬼没，而今教中弟子也进入太学院求学了，很好。天魔教也是朕治下的教派，也是朕的子民。小秦将军，你让朕拿下朕的子民，那朕还如何统治天魔教？陛下，太学士不仅是世子，更是我延康8品官职。他一个大虚器民，神之器民，朕未必弃；神可弃众生，朕不可。到了朕的国土，无论来历，都是朕的众生，哪里来的器民？这个延丰帝竟然处处向着圣教和大虚说话，是拉拢还是？可是陛下，最近屡有宗派作乱，以国师违背神谕进入大虚为由，攻劫我延康。臣只怕天魔教也蠢蠢欲动。哼！这些宗派总想搞件大事来吓朕，名义上是反国师，实则是反朕。
无非是想让朕的屁股挪一挪，做给他们的屁股坐，真是痴心妄想。从前国家是宗派的附庸，谁来做皇帝都由宗派做主。他们趴在国家身上吸血，趴在百姓身上吸血，哪个皇帝不由他们心意，便换掉、杀掉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宗派绝不能凌驾国家之上。朕与国师大兴治学之风，推动变革，就是要将宗派不该掌握的资源收归国有，改变宗派拿捏国家命脉的境况。朕不但要变革，还要革命，革这些宗派的命，革自己的命。这些宗派不想变革，那就等着朕去革他们的命。不但宗派要变，朝廷也要变。朝廷不变，迟早完蛋。国师的作为都是朕授意，反国师就是反朕。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。朕失态了，都起来吧。陛下所言，振聋发聩。他躲避世境，进入我延康国境，亦是事实，理当严惩。父皇容禀。秦牧世子正是近日明洞京城救治百姓的花象神医。花象神医，朕听说过。朕并不分贵贱，施治不拘一格。秦牧世子果然是年轻有为，正是我延康用得上的人才呀。此等一举是否足以将功抵过，免去他的罪责呢？既是神医，那不但不该罚，反倒该赏才是。朕宣布，从今往后，秦牧世子便是朕亲自收的天子门生。少教主，你对延康国师怎么看？人中雄杰，胸怀宽广，旷世之才。当年他来向我问道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本想收他为弟子，却发现他的才学应有超过我的势头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那么，既然延康国凌驾天下宗派之上，国师又是旷世奇才，天圣教也是宗派。若国师要灭天下宗派，灭圣教，我教该如何自处？有2条路：一是变教为国，圣教要立国，则需远离延康，以免被吞并。但圣教360堂立足于市井百姓，离开了延康，只怕会破坏根基。第2条路呢？依附延康国。你做教主，便是想让圣教灭教？好大的胆子！我要杀你的头！祖师没有这个念头。
有，头先放在你的脖子上，继续说下去。敢问祖师，太学院中寒门士子占几成？1成。延康国的官员有几成出自太学院？7成2。这便是太学院的弊端。200年后，天下官员都将出自太学院，而太学院中无一名寒门子弟。寒门越发贫苦，世家越发富贵，民怨必然爆发，那便是我教一统天下之时。滚滚大势，无人能敌，无人能挡。你要造反，陷圣教于不义，我要杀你的头。祖师，别闹。你用200年让圣教成为另一个延康国，再过200年呢，照样会有人推翻圣教。请祖师赐教。我也看不到200年之后的事情啊。不过，我的想法与你有所不同。我想的是圣教教育，圣人之道，无异于百姓日用。延康国师崛起时，我便看出了他的雄心壮志。他来向我问道，我就将这句话告诉了他。他现在做的就是这句话。祖师是想通过影响延康国师，来影响延康国，让延康国成为圣教。倘若延康国做到了圣人之道，延康国便是天圣教。祖师圣明，你已经是圣人了。我做不到圣人之道，延康国师也做不到。诚如你所说，200年后，权势都将被世家把持。我已经失败了，这个担子往后交给你了。比起灭教，延康国师更想控制圣教，为他所用，对吗？不错，你可以利用这一点。你年纪小，修为低，他会觉得可以掌控你。倘若他未来能实现圣人之道，让他掌控你，掌控圣教也没有什么。倘若他做不到，你取而代之。祖师，这是什么雨？九龙之气聚集在这里，形成了这片湖水。这鱼吸收了龙气，因此叫做九龙记。这种鱼一身硬骨头，没有多少肉，只能用来煲汤，但煲出来的汤味道特别鲜美。祖师的意思是让我做一身硬骨头的九龙记？想多了吧？做人有什么不好？偏偏想做鱼。你想被人煲成汤，我就是嘴馋了，带你来喝鱼汤而已。你知道我为何要做太学院的大祭酒吗？我为的是博览天下所学，为的是见证一个新时代。可惜，只怕我无法看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看到。时代？那要怎么看？站的高度不同，看到的世界也不同。鸡雀低飞，只能看到方寸之地；雄鹰展翅，千里皆是猎场。少教主，你年纪这么小，便能看到200年，已经是个合格的教主了。你过关了。再过几个月，我便会辞官，回圣教主持登基大典。我要亲眼看着你成为圣教的教主。祖师，我知道圣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有能力杀死老教主的人，就能成为新教主。我目前是5要境，好像能杀我的人，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我在，无人敢动你。你需尽快磨砺自身，便无人杀得了你。祖师，你不是说还剩7年？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
只靠境界压制，必然是如履薄冰。身为圣师，如果能带领圣教走出一片新天地，赢得教内弟子万众归心，那么没人想要杀你，也没人敢动杀你的念头。而今，已不是凭借一两门祖宗传下来的功法便可以叱咤风云的时代，切不可固步自封。你始终不会缺少竞争者。祖师，圣女求见。不见。圣教主在我心中已有人选，让他回去吧。登基大典尚未举行，圣女若比新教主优秀，难道不该优胜劣汰？我给这些世子留下半日的休息时间，之后的事情便有劳大祭酒来处理了。国师慧眼如炬，这次可曾发现什么人才？可我见识者一两人而已，大祭酒应该看得出来。对了，你真的要辞官而去？命不久矣，不必再贪恋权势了。你何时贪恋过权势？你想要做官的话，这国师的位子我都可以让给你，只是你不乐意罢了。你是我半个师傅，你若是走了，我的道友又少一人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出生入席，死则散席。羽化登仙之时，你我也该分别了。天上真有仙吗？倘若你成为天上的仙，看着你我缔造的这个时代，那该多好！祖师，国师讲学，你有何感想？国师的基础和我一样扎实，但他想人不敢想，做人不敢做。我跟着村长爷爷学剑，以为已经尽得剑法奥妙，没想到还有许多未曾学到的地方。学无止境是错的，唯有创无止境。一直学始终是学生，但是只要创造一招，便是宗师。我请国师来，为的就是给你传道讲法，还不下去？祖师一声令下，弟子敢不从命？哼，臭小子嘴上说的好听，人家堵门这么久，也不见你动弹。不给你好处，你能这么爽快？延康国师此行，想必就是为了栽培此人。到此，去吧，敌视延康国师，但不可敌视他的神通道法，以免局限了眼界。太学院秦牧见过林轩道子，我武药境界。道门林轩见过秦牧世子，我六合境界，自封六合深藏。用兵器吗？这剑器似乎是一品大员的佩剑，不用兵刃，只用元气。既然师叔这么说，那便不用兵器。秦世子，请。请。疼！百毒金餐已挡住了剑气的锋利，
却化解不了剑气的冲击力，左肩的骨头还是受伤了。道门的人真小气，山药都不给我一份，连祖师也不管自家少教主了。你是活的？这么快就愈合了？这是龙血还是麒麟血？好药材啊！龙兄，麒麟兄，算了。龙麒麟师兄喜欢吃酸杏吗？那黄梅呢？还是柠檬吧，也特别酸。山上有一头大青牛，我看上它很久了，你能把它弄来吗？看来只有弄来牛，才能骗来宝弦了。师兄放心，我自小放牛，还奈何不得一头牛吗？到底是谁打败了道子？这可是件天大的好事，怎么没一个人承认？莫非是大师兄所为？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我2天不眠不休，一身实力施展不出8成，如何能击败道子？该不会是秦世子吧？秦世子身怀绝技，无论战技还是法术、剑法，都很不弱。怎么可能？那器皿大呼小叫，说他才刚刚练成元气丝，他当着所有世子的面出了大丑，我们心中也很是爽快。只觉被他打的地方也舒服了，也舒服了。难道是皇子院的几位皇帝皇妹暗中出手？他们往日故作怯弱之态，实则隐而不发。二哥，放牛的不见了，肯定是他。那器皿本事不坏，而且有神医之名，还救了祖母。但他毕竟是个大虚器皿，七妹不宜轻信。若是实在心上，赐他入宫做个内侍监便是，不可乱了尊卑。不好，又有2个人在山门前坐下了，好像是大雷音宗的禅师，还有禅宗禅子。这位禅子在堵我们太学院的山门。祖师，咱们太学院是不是很弱啊？怎么天天被人堵门？我才刚入学，便被人砸了2次场子。哼，放在我们大虚，早就抄家伙打翻他们了。我的意思是，禅子来了，你为何不去？我去过了，看完热闹才回来的。老爷子，喝茶，喝茶。其他世子都迎战禅子，你为何不去？我打过道子了，还受了伤，手还被刺了个窟窿。祖师，你看，诶，伤疤呢？反正我左肩也受伤了，很严重的内伤。唉，我要养伤，谁爱打自己打去。大师兄终于出手了！太学院沈万云拜会禅子，我乃5曜境界。大雷音宗福星，赐封6合神藏。沈施主，请。尊剑系。你的元气运行到左肩处便会迟滞，是功法不全所致。
这是我一直修炼的霸体三丹功。祖师见过这样的行宫图吗？连我都不知道这功法的名字，谁告诉你的？村长爷爷说的。霸体三丹功。这老家伙到底还是比我高明一分。我是在一处遗迹里见到这种残图，就将它画在了天禄楼中。原来那幅六合镜行宫图是祖师画的。祖师还见过别的吗？我这图少了左肩部分。我只能依我的理解暂时补全，肯定有所偏差。等你登基成为圣教主，领悟大御天魔经的大一统功法，或能彻底弥补破绽。难怪我一直觉得学得越多，越难发挥威力。原来是少了这样一个关键。大御天魔经中的内容都可以传出去，唯独大一统功法由圣教主代代相传，只有圣教主能修炼。登基大典上，厉天行会传给你。厉天行？他不是被婆婆杀死了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圣教交给你之后，我要四处走走。这世界有许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，执法长老会同我一起，等我死了，他也好帮我收尸。圣教不留尸身，人死如灯灭，只留一把灰。那时，执法长老会把我的骨灰带回圣教。祖师，茶凉了。没这么快凉。本我金刚身！此人本事不错，算是太学院1等1的高手。与产子交锋10多次才落败，连大师兄都输了。少教主，能给你的功法都给了，国师也请过了，你还不去挑战产子，是想让我请谁呢？皇帝吗？神之器民，朕未必弃；神可弃众生，朕不可。皇帝也是延康国1等1的大人物，他能来讲学吗？死了这条心，临阵磨枪1次也就罢了，还想有2次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搁？祖师，既然3大教已经到了2个，咱们天圣教是不是也该露露脸？我身为少教主，理应前去堵一堵太学院的山门，壮我教威。臭小子，你以为除了你，太学院便没有人能够击败产子吗？听闻产子名为福星，是因为有着一颗琉璃般的禅心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云香不才，便想做那尘埃，招惹产子一番。祖师，既然3大教已经到了2个，咱们天圣教是不是也该露露脸？我身为少教主，理应前去堵一堵太学院的山门，壮我教威。臭小子，你以为除了你，太学院便没有人能够击败产子吗？传我灭毒印！好的不学，学人家
总是被别人堵门不是办法，咱们何不去堵别人的门？你出力吗？皇帝来开讲吗？滚滚滚！这个混小子，力气不愿出，鬼点子倒不少。祖师不是很开心吗？这小子喜欢逗我开心，不愧是那几个老家伙教出来的。是啊，不如去堵别人的门。他们不是想造反吗？先把他们的脸打掉，让他们没脸造反。苦海无边，孽因业果，罪过。祖师，还有2个月，你便要退了。这件事只能让别人去做了。还有少教主，我离开之后，还有谁能看顾他呢？不知道，我们先去找龙麒麟交差，正好看看什么情况。没发现敌人，这毒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整个太学院能不被毒翻的，恐怕只有天人境以上的寥寥10-20人。我太学院是当今第1学府，如今却要灭门了吗？幸好有大祭酒在，但他们却……他们又没有死，你哭什么？这毒气，似是毒王的手笔。我知道是谁干的好事了。我的小牛牛！小子，放倒我的坐骑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！墙角站着，谁下的毒？那头牛是我麻烦的，这些人不是，但这不是毒，只是麻药。过会儿他们就会苏醒了。你才来太学院几天，便折腾个天翻地覆，世子居的世子快被你打遍了，房子也快被你拆干净了，当着皇帝的面打翻凌云，现在又麻烦霸山祭酒的坐骑，麻烦太医殿，我这太学院几乎所有人都被你麻翻了。你下一步准备放倒京城所有人吗？麻翻全京城，那得多大的丹炉才能炼出这么多尸迷香？我是说，麻烦这些人的尸迷香真不是我炼的。大雷音宗的人走了，也就是说，产子被打退了。难道是击败道子的那个世子又出手了？齐世子，是你击败了产子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一直在被大祭酒驯化。我之前闻到一股香味便晕了过去，醒来就听说有人打赢了产子。我见秦世子神采奕奕，还以为是你赶走了产子呢。不对，中了尸迷香的人会虚弱无力，而他一点反应也没有。他为何要撒谎？莫非打败产子的是他？
那他又为何要问我？该不会是想向我炫耀吧？司世子受累，早些歇息吧。难道祖师说的就是他？他也是圣教的人吗？这么说来，他也姓司，也喜欢炫耀。怎么回事？我们不是在效仿小神医炼药吗？药呢？原来是你们这帮老家伙捣的鬼！什么神药？那是麻药。你炼麻药是要做甚？专门去麻烦霸山的坐骑？我跟他闹着玩呢，他不让我偷园子里的菜。那你为何不去偷菜，反倒绑走我的牛？难不成我的牛就是你的菜？霸山，你说要怎么处置秦世子，才能让他安分一些呢？大祭酒的意思是，你若是杀了他，我就杀了你。你大概不清楚，治好太后的花象神医就是他。此外，他还是毒王的弟子。既然我的牛没事，那我也不去救了啊！我就快卸任，不能再捅出篓子了。安分些可好？可我还想要龙麒麟的。悠悠，别躲了，出来吧。打败道子的是木儿，打败产子的是香丫头。这次击退道门和禅宗，靠的全是圣教之力。太学院可真是一败涂地呀！祖师辞官是对的，还是早点回山，让木儿登基。既然如此挂念少教主，为何不去见他？有祖师在，我可不担心他的安危。远远看一眼就够了。难道不是因为心魔发作？悠悠，我主持登基大典，届时厉天行必须现身。我知道了。新的大祭酒即将上任，太学院也需有新的变化了。